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须角由纪子所著的《把吸引力法则全部实践后，人生差点失控》这本书。本书的作者认为，吸引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的，其中确实有一些方法，只要照着做，愿望就会接二连三的实现。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在不了解其本质的情况下盲目实践，人生不仅不会变好，反而可能会走向恶化。作者表示，自己至今为止几乎尝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吸引力练习和各种灵性方法，而且每一次实验都是亲自拿自己当实验对象，毫不留情的真刀真枪是实战。结果，他接连经历了诸如钱仿佛从天而降之类的神秘体验，甚至一度到了停不下来的程度。正如这样，灵性领域一旦抓住了诀窍，就会产生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和魔性。积极的思维会吸引积极的结果，被视为吸引力法则的核心原理。但问题是，真正照着去做，并且因此成功改变现实的人，到底占多少比例呢？如果真的想改变现实，仅仅保持积极是远远不够的。要吸引真正的幸福，需要的是一种真实到仿佛此时此刻已经存在的妄想力，用极其鲜明、生动的方式去想象积极的结果。比如说，如果你希望住进一栋理想的房子，光是希望是不够的，你需要具体的去想象，触摸玄关门的触感，脚踩在地板上的凉意，把这些细节都一一描绘出来。这并不是单纯的欺骗大脑，而是要让大脑真正相信这就是现实。当做到这一点时，潜意识才会开始接受，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现实。这时，它才会进入配合现实改变的状态。事实上，这种新的世界会显化为现实的高度意向训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古以来，在各种宗教和修行体系中就已经被反复实践。例如密教、藏传佛教中的冥想，本就被视为用意志之力改变现实的技术。也就是说，真正完整的吸引力法则，需要同时具备强大的想象力、高度的精神集中，以及对呼吸、姿势等身体状态的控制。这些条件齐备之后，才会真正启动。然而，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余裕去进行那样严苛的修行。正因如此，近年来才会流行起轻松的短时间冥想，只要听着就能吸引好运的音乐等方式。但本书作者明确指出，吸引力法则绝不是可以抱着轻松心态随便尝试的东西。即便读了很多关于吸引力法则的书，却依然没有效果的人，其实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所想象的并不是灵魂真正渴望的幸福，因此缺乏真正的内在自发性。第二，即便愿望已经实现，却不断滋生新的欲望，陷入匮乏感和成瘾状态。第三，对想象力以及脑波控制的训练严重不足。作者强调，想要真正实现吸引力法则，第3点，也就是想象力与脑波控制的训练，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只要掌握这一点，大多数愿望几乎都会实现。如果你尝试过吸引力法则，却完全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十有八九，问题就出在第3点上。因此，在这期视频中，我想具体介绍一些实用的方法，帮助大家提升想象力以及对脑波的控制能力。只要把这期视频中学到的内容付诸实践，任何人都有可能真正掌握吸引力法则。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慢慢体会其中的要点。首先要介绍的是一种一旦深入实践，甚至可能让人生失控的吸引力方法，那就是通过控制脑波进入神秘体验状态的西塔疗愈。我们的脑中存在着类似波动的现象，也就是脑波。脑波有很多种类型，比如 alpha 波、贝塔波等，而其中一种就是菲塔波。菲塔波是一种在刚入睡时或高度专注时出现的脑波。而所谓的西塔疗愈，
就是有意识地将自己引导到这种非他波状态。西塔疗愈被认为是一种重写潜意识、释放心理创伤、吸引更好现实为目标的吸引力疗法。在近年来的灵性领域中，非他波被认为是一种接近睡眠却又保持清醒的状态，甚至被称为与宇宙连接的最强脑波。从科学角度来看，非他波指的是4至8赫兹的脑波。人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是清醒的，但意识非常放松、恍惚、飘忽。这是一个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界限变得模糊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想要将潜意识中沉睡的愿望清楚地传达给显意识，非他波状态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脑波状态。2. 西塔疗愈的起源从医学走向新的深层。事实上，西塔疗愈最初是由一位脑神经领域的医学研究者发现的。脑神经系统的疾病虽然可以通过手术或药物来抑制症状，但这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治愈。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塔疗愈的创始人开始思考，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接触到心灵的深层。他认为，许多疾病的根源可能存在于看不见的意识与情绪之中，于是便尝试寻找一种能直接介入这一层面的方法，最终发现了西塔疗愈。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开始，到如今的神经科学、行为遗传学领域，关于思维、情绪与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3. 被高度关注的表观遗传学，其中近年来尤其受到关注的是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所谓表观遗传学，指的是后天因素对基因表达方式的调控。研究发现，压力、思维方式、情绪状态等心理因素都会影响 DNA 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说，改变的不是基因本身，而是基因开关的开启方式，而这个开关可能会受到心理状态的影响。因此，只要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也会随之变化，身体本身也会发生改变。这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我们的思维与信念正在细胞层面上影响着身体。4. 西塔疗愈是如何进行的？那么，西塔疗愈在实际中是如何操作的呢？首先，有来访者向疗愈师倾诉自己的烦恼，接着，疗愈师会通过肌肉反射测试等方式寻找问题的根本原因。当根本原因被确认后，疗愈师会让自己进入非他波状态，并与宇宙连接，请求帮助来解决来访者的问题。随后，用于问题解决的能量会被注入到来访者身上。在疗愈师的陪同下，极其强力的疗愈会在瞬间发生。西塔疗愈比较适合的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类：不太想付出实际努力，却希望命运发生改变的人；明明想改变，但觉得靠自己做不到，希望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相反，如果你自主性很强，逻辑性高，容易对疗愈师的说法产生质疑，忍不住吐槽，那么西塔疗愈可能并不太适合你。其实一个人也能体验类似的视觉体验。顺带一提，书中作者表示，如果只是想体验类似西塔疗愈中的视觉意象，其实一个人也能做到，而且方法还不止一种。屏住呼吸、憋气在各种冥想和练习中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实验已经证实，当人屏住呼吸时，大脑会进入轻度缺氧状态，从而增加某些容易引发灵性体验的脑内物质，因此神秘体验会更容易发生。实际上，在瑜伽、正念冥想等呼吸法中，也大量存在短暂屏息的练习方式。屏住呼吸与高度专注、进入心流状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只是想快速体验神秘感受，可以在不勉强自己的前提下，尝试屏住呼吸约20秒左右，2快速而深度的连续呼吸。从逻辑上看，这种方法和憋气是相似的，那就是不停的深呼吸，把气吐到极限。关键点在于，从鼻子或嘴巴进行，比平时更深、更用力、更快的呼吸，
吸与吐之间尽量不要停顿，连续进行吸吐、吸吐。这种呼吸方式能快速改变脑内状态，让人更接近神秘体验。3、闭眼后将眼球向上。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闭上眼睛，把眼球向上移动。研究发现，眼球的位置会影响对松果体的刺激。当松果体被充分唤醒和激活时，进入神秘体验的速度会明显加快。具体做法很简单，闭上眼睛，将注意力集中在眉心稍微上方的位置，在闭眼状态下，把眼球向上抬，像盯着那个点一样保持专注。持续一段时间后，眉间可能会出现轻微的痉挛或抽动感。当这种感觉持续2至3分钟左右，再慢慢移动眼球，向左右上下扫视整个空间。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进入神秘体验状态。4、断食加冥想。断食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如果在10小时以上不进食的状态下进行冥想，思维会变得异常清晰，专注力也会明显提升。5、记录与梦日记。另外，记录冥想内容、写梦日记也是非常推荐的方法。把冥想中看到的画面、梦里出现的情景和感受写下来，会持续提升你的想象力与内在影像能力。如果你想要较为轻松地获得神秘体验，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西塔疗愈师，不妨尝试以上这些方法，一个人慢慢体验内在世界的变化。接下来要介绍第2种，只靠聆听就能释放情绪，让人泪流不止的背音疗法。所谓背音疗法，顾名思义，就是利用背音来调节身心平衡，带来深度放松的方法。背音是指在一个基础音频率之上，以整数倍叠加出现的高频声音。这种声音自古以来就被广泛用于各种冥想和仪式中，例如藏传佛教的颂唱、蒙古呼麦、西方宗教音乐等。在乐器方面，像颂钵、锣都可以产生丰富的背音。3、背音疗法的科学依据。其实，背音疗法在科学上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在脑科学实验中，研究人员测量了人们在聆听背音时的脑波变化，结果发现，刚开始听时，前额叶中央及高级区域会出现 theta 波，也就是说，背音确实具有把大脑引导到 theta 波状态的能力。而 theta 波，正如前面所说，是一种接近深度放松、梦境般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平时被压抑、无法浮现的情绪和记忆，会突然浮出意识表层。因此，很多人在持续聆听背音时，会突然情绪崩溃、大量流泪。这是因为在 theta 波状态下，大脑判断此刻是安全而安静的，于是认为现在释放那些被压抑的情绪也是可以的。结果，情绪便通过眼泪这种形式，从身体中被释放出来。4、如何正确使用背音疗法？背音疗法最适合作为冥想的辅助工具。聆听时建议闭上眼睛，安静地让身体沉浸在声音之中，把意识慢慢转向内在。不久之后，你可能会感到身体变得轻飘飘，头脑像被雾气包围一样模糊扩散。这正是大脑进入 theta 波状态的信号。在这个瞬间，如果你去想象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想实现的未来，那么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种，通过隔离舱将肉体强制性的与外界隔绝。所谓隔离舱，是一种将外界刺激彻底切断的方法。人在舱内漂浮在与体温接近约35摄氏度的盐水中，光、声音、重力等感觉几乎全部被遮断，从而进入极度深层的放松状态，以及比冥想更深一层的意识体验。事实上，由于隔离舱对意识产生的潜在影响极其强大，它曾一度被美国 CIA 视为危险技术，并作为机密项目进行研究，背后有着相当惊人的历史。隔离舱的发明者是在迷幻意识研究领域也极为有名的约翰 ·C. 利里博士。据说，利里博士本人曾在隔离舱中连续浸泡48小时，
并因此经历了彻底颠覆认知的意识体验。在那种状态下，时间的概念消失了，自我与世界的边界逐渐融化，心灵仿佛超越了肉体的限制，向外无限扩展。他形容那是一种从日常自我的牢笼中被释放，进入一个广阔、无限、彼此相连的超越领域，最终甚至触及到宇宙本质的体验。那是一扇连科学都尚未完全理解的意识之门。后续对隔离舱体验者的研究报告也显示，许多人在舱内直面了自己内心最深层的恐惧、创伤与欲望。当意识彻底安静下来，杂念被剥离，只剩下存在本身。也有人表示，看到了足以改变人生的强烈幻觉或象征性画面。正因为如此，隔离舱不仅被用于灵性领域，也逐渐被应用于深度放松、替代医疗、运动表现提升等方面。可以说，隔离舱是一种能够主动诱发意识变性状态的划时代装置。本书作者也亲自体验过隔离舱，并表示，体验之后，皮肤状态好到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程度。当然，这可能与水中加入的硫酸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在隔离舱中从长期积累的压力与心理压抑中彻底解放出来。我们都知道，冥想可以促进血清素、内啡肽等幸福激素的分泌，而这种体验还会让副交感神经占据主导，结果自然就是身心恢复、皮肤状态改善。隔离舱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通过强制隔绝外界刺激，让人极其高效地进入深层冥想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人在其中往往能真正的遇见那个被日常生活掩盖的真实的自己。通过冥想，他发现了从轮回中解脱的方法。佛陀所洞察到的核心真理在于被自我这一幻想所束缚，用自我中心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正是痛苦的根源。基于这一洞见，佛陀开始细致地观察自身，最终找到了切断内心痛苦之源、烦恼的实践方法。在佛教中，构成我们自己的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被称为五蕴的5种要素：色、受、想、行、识。关键在于这5蕴无一不是时刻变化的。也就是说，所谓我，并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本体，而只是一个不断流动、持续变化的过程。这正是佛教所揭示的真相。另一方面，人类内心还存在着3种根本性的烦恼，被称为三毒：贪、贪求、执着；嗔、愤怒、怨恨；痴、无明、迷惑。它们是让人类陷入痛苦的根本原因，因此被称为三毒。佛陀所传下来的冥想修行，正是从彻底放下这3毒开始的。其中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呼吸关照。当呼吸长时，清楚地觉知这是长的呼吸；当呼吸短时，清楚地觉知这是短的呼吸。吐气时，觉知整个身体；吸气时，同样觉知整个身体。这正是所有修行的基础呼吸法。在这样的呼吸中，让内心逐渐安定，专注力一点一点的提升，细致地观察呼吸时身体的状态，从空气进入鼻腔到呼出体外的全过程，不放过任何细微变化。慢慢的，你会开始觉察到身体如何反应，各个部位如何细微的运作，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变化也无妨。只要温柔而耐心地感受、观察身体正在发生的一切。随后，你会在呼吸中感受到喜悦，在呼吸中感受到安稳与舒适，视线自然地转向内在，越来越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觉察内心深处的欲望，并将其放下。如今，在自我成长与心理学领域，寻找真正的自己这一说法非常流行。但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人生的答案并不在于找到自我，恰恰相反，放下自我、消融自我，才是真正的完成。我们会不可避免地直面自己的三毒，而当这些毒素被一点一点放下时，人便会逐渐抵达无的境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无却并非空虚。正如本书作者所说，
那是一种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具足的感受，心中会被一种朦胧而深沉的丰盛感所充满。我想要幸福，我想要更多金钱，这样的念头只会制造新的欲望，让人持续受苦。真正的丰盛，恰恰来自于放下自我，消融自我。作者也分享到，他整体的运势明显发生了转变，人际关系变得顺畅，长期困扰他的金钱焦虑也逐渐平息，甚至自然消失，保持内心的清静。但奇妙的是，当你不再执着于想要，丰盛反而会悄然被吸引而来。也就是说，当你放下想要幸福的执念时，反而会自然地活在幸福之中。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